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央视西北岁月，但凡吴磊拉胯一丁点，都压不住这群王炸的配角。央视爸爸出品，必属精品，这几乎成了观众的共识。吴磊的眼神里充满了怒火，嘶吼的表情更是让人揪心，一下子就把观众拽进了西北岁月那片充满热血与艰辛的土地。你是否也跟着他一起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霜与豪情？讲真，这场面谁顶得住啊？我一个自诩阅片无数的老娱记，居然也看得鼻子发酸，差点没绷住。一场突袭，数百人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，仅剩2人踉跄逃回。就在这生死一瞬的绝望之际，吴磊的演技彻底爆发了。他将劫后余生的恐惧、悲痛、茫然，以及对命运不公的嘶吼，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深深地抓住了观众的心。习仲勋当年重情重义，听说100来个战友牺牲，哪能坐得住？悲痛当即就要冲出去找人，结果被死死拦下。那场面想想都让人揪心。吴磊这次的表演真让人震撼，青筋暴起，嘶吼呐喊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情绪的爆发力，代入感极强，仿佛身临其境，和他一起经历了那份痛苦和挣扎。这一幕，习仲勋老先生步履蹒跚，口中喃喃着一定还有人活着，瞬间让人破防。那份执着，那份信念，在灾难面前显得如此珍贵，也如此令人动容。吴磊将习仲勋得知战友牺牲噩耗后的那份悲痛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他眼神空洞，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灵魂。那种难以置信、不忍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复杂情绪，深深地感染了观众，让人忍不住跟着他一起心碎。吴磊这次的表演真是绝了，好多观众都看哭了，说是哭得稀里哗啦的，纸巾都不够用。观众毫不吝啬地赞美吴磊的演技，称其表现力炸裂，令人叹服。老习家出这档子事，谁看了心里不咯噔一下？说句不好听的，瞅着习仲勋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我宁愿相信是走散了，要不这眼泪真止不住往下掉。吴磊的眼泪决堤了，顺着下巴淌下来，在微微颤抖的嘴唇上挂着晶莹的口水丝。隐忍的哭腔最终变成了崩溃的呜咽，那张原本阳光帅气的脸庞此刻写满了悲伤，让人看得揪心。不得不佩服西北岁月导演的选角眼光，真是毒辣。每个角色都像是从书里走出来的一样，浑然天成，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。这可不是简单的运气好的是经营行业多年，对人物有深刻理解，才能做到这么精准。漫天风雪中，年轻的骑手高举着鲜红的旗帜，艰难地向前跋涉。突然，一声枪响划破雪野的寂静，少年应声倒下。透过纷飞的大雪，我们仿佛能感受到习仲勋彼时内心的悲痛。而这位饰演骑手的年轻演员，眼神里饱含着不屈和痛苦，将人物的内心世界诠释得淋漓尽致，令人动容。生命之火明明已如风中残烛，但他这位骑手仍然颤巍巍地站了起来。他手中的红旗仿佛重若千钧，却又被他执着地举起，引领着方向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辉。这场戏真是看得人肝肠寸断，演员脸上的坚毅配上漫天飞雪，那股子悲壮劲儿直戳人心。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哭了多少回，反正纸巾盒都空了。娱乐圈的喧嚣与繁华终究没能留住这位年轻的偶像，他像一颗流星，璀璨地划过夜空，却过早的陨落，令人扼腕叹息。人生的舞台落幕得太快，只留下无尽的遗憾与怀念。舞台灯光闪耀，他脸上沟壑纵横，眼神飘忽不定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倒下。然而，那双粗糙有力、
饱经沧桑的手却紧紧攥着红旗，纹丝不动。这份执着，这股韧劲，让人动容，令人敬佩。那一刻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老艺术家，更是一种精神，一种对艺术的无限热爱和坚守。那一刻，习仲勋仿佛心弦骤断，整个人轰然垮塌，双膝重重地跪在了地上。他满脸的狼狈与绝望，令人心碎。吴磊的表演深深震撼了我，他扭曲的五官，被泪水模糊的双眼，还有脖颈上暴起的青筋，将悲伤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，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悲伤逆流成河。那种痛彻心扉、难以自抑的悲伤，仿佛要从屏幕里溢出来，让人感同身受，久久不能平静。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。吴磊在西北岁月里演绎的习仲勋，真让人眼前一亮。他把一个热血青年身上的那股劲儿演绎得淋漓尽致，鲜活生动。整部剧集里，他的表演都相当到位，让人信服。那一刻，吴磊面对党徽，眼神清澈而坚定，仿佛映照着蓬勃的朝气。他右手握拳，不自觉地挺直身板，那姿态就像是要扛起千钧重担，守护心中一片天地，令人动容。吴磊的眼神真绝了，那里面藏着汹涌的愤怒，透着濒临破碎的脆弱，却又燃烧着热血的激情，更闪烁着坚不可摧的信念。各种复杂的情绪在他眼中交汇碰撞，迸发出惊人的力量，让人看得挪不开眼。有观众对吴磊的演技赞不绝口，认为他演什么像什么，代入感极强，仿佛跟着他一起回到了剧中的那个年代，让人深深沉浸其中。吴磊在西北岁月里的表现真让人眼前一亮，镜头一切到他，那股子劲儿就出来了，演得特别生动自然，一点也不僵硬，感觉就像真的在西北生活过一样，让人特别入戏。说真的，我见过不少青年演员跟老戏骨搭戏，心里发毛，表情僵硬是常有的事。可吴磊这小子，在倪大红老师面前一点没露怯，跟老戏骨飙戏，他真情流露，完全沉浸在角色里，那份自然劲儿，看着真舒服。老戏骨宋哲元最近接了个棘手的案子，案情扑朔迷离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被人投毒，现场一片哗然。可调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，所谓的毒药居然只是泻药，而被怀疑的对象竟是一群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。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？宋哲元紧锁眉头，看来这案子远不像表面那么简单。老戏骨倪大红这回又把人看笑了。本来挺严肃的一场戏，他板着脸，眼神里透着股要吃人的劲儿，教训人的台词说得一板一眼，可观众就是忍不住想笑。也不知道是气场太强，还是喜感天生，反正这反差萌真是绝了。老帅宋哲元雷厉风行是出了名的，这群学生在他面前规规矩矩站着，他让大伙把手伸出来，说是要看看手相。这铁血将军此刻却像个邻家长辈似的，慈眉善目的挨个瞧过去，还不时点评几句，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宋哲元这眼神，观众都说犀利的像在玩头脑风暴，大家伙甚至调侃他是不是在检查选手们手上有没有握枪留下的老茧，想看看谁是老江湖啊。宋哲元走到习仲勋跟前，老习伸出双手，那饱经风霜的掌纹沟壑纵横。宋哲元的目光定格在上面，久久没有言语，这停顿的几秒，看得人屏住了呼吸。老戏骨倪大红老师真是绝了，这次虽然全程没说一句话，但那眼神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刀光剑影。小编我看得后背发凉，都快不敢喘气了，这演技简直让人窒息。习家老大习仲勋脸上波澜不惊，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紧张或焦虑的情绪，
吴磊和倪大红同台飙戏，气场竟如此之稳，着实让人眼前一亮。这小子面对老戏骨没有丝毫露怯，真有点东西。吴磊的表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，有人称赞他简直是年轻演员的标杆。这体现了观众对他演技和职业态度的双重肯定。吴磊的演技一向自然流畅，这次在诠释亲情戏时也毫不逊色，真挚的情感流露让人动容。阔别家门多日，习仲勋终于回来了。再次见到母亲柴菜花的那一刻，他眼眶一红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，所有的坚强瞬间瓦解，让人看着心疼又自然。刘琳的表演真让人揪心，她急促的呼吸，眼角的沧桑，强忍着的泪水，把一个怀孕10月的女人演活了。柴菜花的不易都写在脸上，既要操持家务，又要担心丈夫习仲勋的安危，那种忐忑和焦虑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习仲勋平安归来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的，整个人也轻松了下来。刘琳真是位演技派，从她出道至今，我几乎每部作品都没落下。她演什么像什么，总能把角色演活，让人感同身受，代入感特别强。刘琳这演技真是绝了。之前脸色蜡黄，看着就让人觉得她日子过得苦，心里有事儿。现在好了，脸煞白煞白的，一点血色都没有，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了，像是灵魂都被抽空了，什么都扛不住了，这才叫真正的万念俱灰啊！之前那苦哈哈的样子，跟现在一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老习宗德弥留之际，心中唯一的执念，就是再见儿子习仲勋一面。他用残存的意志，撑着最后一口气，如同风中摇曳的烛火，只为等待儿子归来。习仲勋归来，父子重逢。习宗德看到儿子平安的身影，原本苍白的脸上瞬间涌上惊讶，而后是满满的欣慰。那份激动人心的父子情深，着实令人动容。回想过去那段日子，真是让人五味杂陈。那可不是现在的年轻人能想象的各种滋味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。生活不易，难免让人心酸，想想都觉得鼻子发酸。年过50的程泰深，将习宗德那种生命燃尽前的颓败与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，不愧是实力派演员，举手投足都是戏。习宗德弥留之际留下最后的嘱托，撒手人寰。命运似乎格外残酷，次年柴菜花和三婶也相继离世，家中顶梁柱轰然倒塌。作为长子的习仲勋只能擦干眼泪，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，守护着年幼的弟妹们。这场戏真是绝了，演员们个个演技炸裂，看得我眼泪哗哗的，太入戏了。这戏啊，真是看得人舒坦。老戏骨的功力自不必说，举手投足都是戏。让人惊喜的是，几个小演员也灵气十足，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，跟老戏骨搭戏一点也不露怯，看得出是下了功夫的。整个剧组配合默契，真是让人赏心悦目。小小年纪的习仲勋，父母双亡后，生活的重担早早压在了他的肩头。夜晚昏暗的灯光下，他一边抱着襁褓中的婴儿，一边认真翻阅书籍的样子，让人既心疼又敬佩。那份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责任感，深深地触动着人心。怀中婴儿的稚嫩可爱，更反衬出他生活的艰辛，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坎坷。国民党的天罗地网，逼得刘志丹不得不隐姓埋名，颠沛流离。这天，他风尘仆仆地站在自家门前，内心百感交集，近乡情怯，更兼性命攸关。他咬紧牙关，最终还是转身离开了。这扇门后是家的温暖，也是致命的陷阱。他不能为了片刻的团聚，让家人跟着担惊受怕，更不能让自己的革命事业功亏一篑。于和伟的眼神戏啊，
真是让人揪心。那种欲言又止的复杂情绪，混合着不舍和内疚，全都揉进了眼神里。一个眼神就把人物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这演技绝了！这一幕真揪心啊！刘志丹妻子在家门口翘首以盼，一边忐忑地整理着衣衫和发辫，一边焦急等待丈夫归来。那份期盼中夹杂的不安，让人看了不禁为她捏一把汗，也更能体会到当时环境的动荡和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。烽火连天，归期渺渺，刘志丹最终没能回到家中。这乱世终究是负了他，也负了千千万万个期盼团圆的普通人家。追着西北岁月的更新，我真切地感受到那段峥嵘岁月的艰辛与不易。革命先辈们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，依旧怀揣着理想和信念，他们的付出和牺牲令人动容，也让我对今天的幸福生活倍感珍惜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大家期待已久的成年习仲勋，终于要由靳东老师来演绎了。最近《西北岁月》这部剧可是真火啊，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在追？那剧情看得我是眼泪哗哗的，太扎心了，简直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，代入感不要太强。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？来说说看，追剧的时候都用掉多少包纸巾了？